第一岛链布局已废，美高官紧急出访太平洋，第三岛链交锋大幕拉开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，欢迎收看云华观点。今天我们聊聊佩洛西串台让美国陷入被动，第一岛链布局竟被解放军撬动，美高官赶紧出访太平洋，接下来要干什么呢？如果说佩洛西串台是美国对中国的极限施压，那么解放军联合军演那就是在一招制敌，不但沉重打击了那些不安分子，也彻底让美国偃旗息鼓，不敢再对我国指手画脚。但是这场余震却没有结束，中美关系被这场闹剧推到了冰点，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对美国发起了指责，甚至在美国内部也出现了巨大的争议。美国高层人士现在都认为佩洛西串台只是满足了他个人的利益，几乎破坏了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布局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众所周知，美国所划分的第一岛链就是以台湾和日本为战略中心，并且美国在不断的武装这些国家以及地区的军事力量，其目的就是想把中国彻底封锁在亚洲，遏制中国崛起和前进的步伐。但是随着佩洛西的这次越界，解放军的锁台军演，美国找不到任何插手的机会，甚至只能是默不作声。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局面，现在中国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台海地区的控制权。令美国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日本和韩国的做法，虽然口头上日韩表示解放军的演习给亚洲带来了紧张氛围，但实际行动上日韩反而内斗了起来，更不敢派出任何军事力量来解放军的演习区域来挑衅。要知道，这是在中美关系未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可想而知，一旦中美真的交锋起来，日韩必定会作壁上观，甚至倒戈中国都有可能的。毕竟没有永远的盟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，这句话对任何国家都适用。而与中国保持友好交往的国家都在逐渐地向前发展，孰轻谁重这道选择题并不难做。很明显，美国在多年以来在第一岛链的布局已经成为了废棋，没有任何遏制中国的作用。当然呢，面对中国这么一个最大的敌人，美国的手段肯定不会仅仅这个样。据美国的媒体报道，近日美国副国务卿突然出访了太平洋岛国，并且还会接见所罗门群岛的总理。美国的这个动作毫无征兆，又显得非常突然，令人十分不解。前不久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合作协议，所罗门群岛公开指责了美国意图干涉所罗门群岛的内政。按照常理来说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已经是势落仇敌。那么美国副国务卿出访到底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呢？其实不难理解。所罗门群岛身处太平洋岛国，这里恰恰是美国所划分的第三岛链，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，不单是通向亚洲的海空航道，同时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点。所罗门群岛是和中国签署友好合作的国家中第一个对美国说不的，这给其他太平洋岛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。相信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被美国威胁和掌控，所以和中国合作就成了最好的选择。美国逐渐失去了对第一岛链的控制，当然不会允许第三岛链也被中国蚕食，到时候影响的可不仅仅是亚洲局势，甚至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都会破产。解放军只要联合众多太平洋国家，完全可以在第三岛链上部署军事力量，完全不需要正面交锋，只要保持对视状态，美国在第一岛链以及第二岛链部署的军事力量就会成为孤军，得不到任何援助。所以美国要拿所罗门群岛作为突破口，遏制住这种局面的发生。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，
从未对其他国家发生过战争，但是中国不会对朋友置之不理。如果美国敢用军事力量压迫所罗门群岛，或者用颜色革命颠覆所罗门群岛，中国都会挥出重拳，将美国的阴谋一一戳破。当然呢，美国肯定不会轻易放弃。接下来第3岛链的交锋已经拉开大幕，谁是最终的赢家？我相信人民说了算。今天这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